李校长、各位师长、各位同学及家长、亲友们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荣幸，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么隆重的毕业典礼，跟我们国家的新血轮、国家最好的将来的栋梁，有机会在这里见面。我也是觉得相当的激动，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从这个最好的学府毕业。同时呢，在这里跟各位共度这难忘的重要时刻，来分享这份喜悦。我刚才讲过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台大是历史悠久、台湾最好的高等学府，在长期呢为国家社会培育了很多青年才俊，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。那我首先呢在这里要恭贺各位毕业的同学，从一个一流的学府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毕业并不是一个学习的终点，只是在人生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大学教育基本上是训练我们的思考逻辑，启发我们的兴趣跟创意，充实各种知识，培养为人处事应有的道德、理性跟纪律，还有呢，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习惯。踏出校门以后呢，不论是各位是继续深造，当然有的已经是博士博士生了，那么或者是进入社会就业，在这个知识快速进步的这个环境当中呢，必须要不断的学习、吸收新知，从工作当中累积经验。校园当中所学到的基础让我们有能力自我寻求、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新知识。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的话呢，毕业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学习与历练的一个开始。为了不让自己在这进步快速的时代当中落伍，我们真的是要做到老，学到老。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，我预祝各位毕业以后呢，都可以得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机会，或者是深造的机会。但是万一即使是一刚开始不太顺利我想还是劝各位呢，我相信这个机会虽然不大，可是万一这样的话呢，要坚持的努力下去。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，是觉得你碰到艰苦的环境是一个机会，是个磨练的机会，可以让人家更有信心、更有能力、跟勇气呢去面对竞争。我想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。我呢是福建北部，就是闽北这个乡下长大的个小孩。我在读完小学5年级呢，当时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去跳班，考了初中就读。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很糟糕的就是6年级有很多重要的数学
我完全没有学。所以进了初中以后呢，一直数理不好。当时还跟父母表达说，数理非我所长，我一定是将来有所发展，是在文史方面的来发展。后来因为这个国共内战，学校就停课了。那我的妈妈呢，要我跟了这个我的三舅父啊，到福州去念书，因为福州学校还是可以上课的。可是到了福州呢，学校也停课了。那他是个老师，因此他就找到了台中一中的教职。那我也回不去了，因为已经是故乡已经共军占领，因此呢，我在13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的舅父呢，到了台中一中。在台中一中，我的舅舅做了不久呢，他又离开了。那我一个人呢，就孤零零的就把我留在宿舍里面。那我记得我当时感觉到说，在家里的时候有父母的细心的照顾，什么事情都给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同时长辈也非常宠爱我。可是我一个小孩被丢到宿舍里面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来打理，当时的压力啊，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的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担心的呢，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在台湾，那么你的生活费，还有这个各方面，学费等等，谁来供养你？当时有一些好心的这个亲戚呢，他们资助。可是我一想到我的数学那么差，假如我的数学成绩不好的话，谁会愿意去供养一个学校都读不好的学生呢？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要很努力的把自己过去学不好的，把它很用心去学习。那个当时的数学老师不仅是教得好，而且对我爱护有加。当时我记得我个子小小的就坐在前排，由于我的专心跟努力呢，逼得我很幸运的第一次小考居然考了满分。从此这个老师呢对我特别注意，他有的时候下课，因为在前排摸摸我的头，如果我的成绩低过80分的话呢，他就说：“郑崇华，你怎么失常了？”我只好把自己的这个及格的分数呢定为80分。后来由于这种压力之下，也逼了我对数学越来越用功，而数学的成绩也变得很好，自己的信心大增。同时以后呢，我对数理方面就非常感兴趣，暑假自己还会去找一些参考书了，还有包括一些天文的书籍来阅读。这就是因为环境的变化，这个给的压力，还有好的老师的影响呢，启发了我的兴趣。可以说我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假如没有这个压力的话，我恐怕跟这个数理无缘。中学时代呢，看到很多同学们，他们都有家长的爱护跟照顾，那么我连这个寒暑假都要待在这个空空荡荡的宿舍里面。寒暑假学校是不开火的，冬天呢，这个也不烧热水，所以冬天洗澡也是用冷水，加上时时刻刻为生活跟下一个学期的这个学费来源呢，很忧心，常常觉得哎呀，我真是不幸，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好的温暖的家庭我都没有？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真真实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。要是当时没有这
这个磨练的话呢，我不会有信心，也不会有勇气啊，这个雄心勃勃的跑去创业，也不会说在创业过程当中坦然的面对很多问题，克服很多困难，有这种乐观奋斗的精神。在大学时代呢，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好老师。虽然我忙着打工，但对于这个好老师的课程呢，我还是特别认真的学习，对我以后的工作可以说有很大的助益。大学毕业以后服完兵役呢，那个时候很幸运的，这个亚航买了第一台啊，这个喷射机，所以我在工厂里面呢，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科技，养成重视品质跟可靠性的重要性的这种习惯。接着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在 TRW 工作，在 TRW 呢5年当中担任生产、工程还有品质经理的职务，让我累积了公司经营的一些实际经验。创业之路可以说是一连梦想的开始。那么台达电子呢，那个时候，我在创业的时候呢，发现国内的厂商在做 TV， 那么他们没有零组件，那我们最早的一个产品呢就是 TV， 因为这样的资本做零组件，资本投资比较小。在那个年代呢，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，那造成缺电的危机，有的时候会突然被停电。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我们使用的，就拿 TV 来说，或者其他，不管是在工厂里面，或者在家庭里面使用的电器，都是效率很低，因为当时呢，所用的所谓 linear power supply， 它的效率最多也不过50%，甚至于更低。我就觉得说，这个节能是最好的这个解决方法，所以就让我呢启动了去开发 switching power supply 的这个动机。多年来，我们在同仁们不断的努力之下呢，台达从2002年开始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电源供应器厂商，效率所有的产品效率都在90%以上，那有最高的呢，甚至于高达98%，这种成果我当时也是很难相信的。30多年来呢，台达始终秉持着环保、节能、爱地球的经营使命，持续的创新研发，在高效率的电源系统、太阳能、LED、专业的视讯投影机、工业自动化、零组件、网路、无线传输，还有呢，这个最近也在努力在做 Cloud Computing， 还有电子纸，各个领域我们都在有一些成果。公司致力于环境保护，并且呢，大力的推广绿建筑。因为建筑不管是照明、这个隔热、空调各方面，都是一个很实际的可以节能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在工厂实施绿色制程、资源回收、再利用的这个管理。也成为华人企业唯一获得欧洲商业杂志，就是 CNBC 呢，选为全球100大低碳的企业。我们一直鼓励同仁呢，企业除了要追求成长利润，应该把资源呢放在对将来人类生活跟社会有贡献的方面来努力。我个人一直非常崇敬
过去把台湾带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经济环境的永仲荣、陶生阳、李国鼎、孙玉璇等等几位先生，他们的智慧跟无私的贡献的话呢，为台湾走出困境，获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。希望他们呢，做我们今天年轻人的榜样。今天这个全球的环境啊，不断在改变。虽然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快，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不过呢，只要你仔细用心的，你会发现机会也是很多。大家知道呢，今天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环境的破坏，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，使得全球暖化、气候异常。这件事情如果不立刻加紧的去处理的话，明日会危害到人类跟其他生物的生存。这个对企业来讲，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当中也藏着无限的商机。今天我非常高兴呢，也是非常荣幸，能够与各位毕业的同学共享这个喜悦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用台大的校训“敦品力学，爱国爱人”与各位同学共勉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环境冲击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这会影响到我们全体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。当我们仔细去研究的话，似乎发现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所做的很多事情的话呢，都可以做一些革命性的改变，让我们的生活与宇宙、天然呢能够和谐的共存。我想各位都是高学历的同学，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啊多用一点心意跟创意，改变人类的一些生活。因为现在包括工业企业界所做的事情，很多事情仔细的去研究的话，是不合理的地方还蛮多，可以改善的地方也非常多。希望在这里呢，我大声的疾呼，大家真的是一个机会，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预祝各位在这里呢，预祝各位鹏程万里，前途无量，也为社会带来了希望跟幸福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郑崇华先生。